今天红本海外配置要介绍，在欧洲世界里面还有一个说英语的国家。它有可能是创业家的影视天堂，当地居民口中的最优的政府，英国人留在西班牙的明珠。究竟是什么国家这么神秘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剖析这个藏在欧洲的说英文的英属飞地，它拥有全球第5大最危险的飞机场，也是我们玩模拟飞行最喜欢挑战的跑道。这里是 Gibraltar 直布罗陀。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直布罗陀这个英属的飞地，看一下红本海外配置是怎么叫大家去移民到这里来。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红本海外配置，我是你的红本海外配置策划师。今天刚才看到我终于有版头了，这个版头呢，我是照我的团队花了一些时间去做的。我一直都是以打假出名，就是以破除那些骗图的一些大骗局为名。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些中介从来没有跟大家谈及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大家也没有听过，但是有可能是在书本上听过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特别让人家有记忆，因为这个名字是4个字，叫做 Gibraltar， 这个叫做直布罗陀。这直布罗陀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这个有可能比爱沙尼亚更少人知道它在哪里。但是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点记忆，因为在我们学地理的时候呢，可能听过这个名字。那直布罗陀呢，有可能是除了在欧洲的领土里面，除了爱尔兰之外的一个说英文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和谐，它的治安程度可以说是跟爱沙尼亚差不多，就是安全性非常高。你夜晚拿着几千万走在街头上面，你都不会被打劫的。这个地方就叫直布罗陀。这个在英国脱欧之前呢，它在地图上面真的很少人会发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避税的天堂，是很多创业者非常梦寐以求想到那里创业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税负非常非常低，就是无论你赚再多的钱，你都只需要交 10% 的税，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避税的天堂。这边呢，就是它是一个英属的飞地，就是直布罗陀是联合王国从大不列颠帝国时代继承的14个海外的属地之一，面积呢就有 6.7平方公里，就很少很少的一个国家。北边呢就连接着西班牙的小半岛，然后在18世纪呢已经就是大不列颠的领土。就是其实西班牙在历史上没有的时候，直布罗陀已经有了。所以的话，现在西班牙一直都说那个地方是他的，其实说不过去。这个地方其实人家比你早，就是人家是前辈，你西班牙其实是一个后辈。所以的话，直布罗陀人很讨厌西班牙人，就有些人就说香港人特别讨厌某地方的人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就是其实西班牙就像现在的某个国家，然后呢直布罗陀呢就像现在的 Hong Kong。 所以的话呢这个虽然这个比喻并不一定很贴切，但是这个是很多香港人说的，不是我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飞地呢是大不列颠在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孤城，
因为它是没有连接任何的英国的国境，大家知道，它直接就在寄居在西班牙的一个岸边，可以这样说。它有一块很大的岩石在上面，叫 rock， 一个块石头，就像我们看那个石头记一样，它有块很大的石头。我们的飞机呢，一降落在直布罗陀的时候，就看到这块大石，这块大石是它的一个地标。直布罗陀呢，拥有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全世界最危险的机场，就是每一个飞机师要飞直布罗陀都要有很大的 technique， 就是他有很好的 technique 才能够飞这个地方，因为他那个位置呢，西班牙呢就是不给他飞过西班牙的领土，因为他那个地方非常接近西班牙。西班牙只给他占一点点地方飞，因为他不可能不占西班牙的领土上空飞，他只能占他一点点海边飞过去，所以他一定要马上一个90度的角降落到这直布罗陀的那个机场，而且直布罗陀的机场的跑道呢是通过填海做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的话，你就会撞山，要不就跳到海里面去。所以的话呢，直布罗陀有一个最有名的机场，就是我是飞行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游戏，最有名的一个游戏就是微软的模拟飞行，最近出了新版本，我要玩。我家里有一个模拟的飞机舱，就是我是一个航空迷，我最喜欢驾驶的就是波音。所以的话呢，我也玩过这地图，这个地图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一个地图来的。大家如果 Microsoft 的模拟飞行要飞一下这个地图，你就感受得到直布罗陀这个地方有多么的考你的那个叫做飞行的那种经验或技术。一直来说呢，直布罗陀呢就很讨厌人家跟他说你是西班牙人，或者你是西班牙的领土，因为他们有领土之间的一些纷争嘛，所以他们坚持还是用英国的那一套。香港也有很多的朋友呢移民到这个地方去，有开餐馆的，也有开发廊的，也有，反正就是很多，但是如果在英国还没有脱欧的时候呢，其实这块领土呢算是在英国里面就在欧盟里面算是一块就是也是说英语作为母语的地方。但是一旦脱欧之后呢，这块领土就有很大的问题，究竟这块领土跟不跟这个英国一起脱离这个欧盟呢，还是留在那里呢？这个就非常复杂了。反正就是英国在谈判脱离欧盟的过程中呢，被一些华人就称为就西班牙的香港的直布罗陀问题呢就再次凸现。但直布罗陀和香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刚才也说了。所以香港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东方的直布罗陀的外号就是来自于这里。所以的话呢，整体来说现在就是有可能这个直布罗陀也会脱欧，所以这个我没有去了解过，因为最近还是在谈论在考虑当中。但是之前的英国首相特蕾莎就说这个英国跟直布罗陀是将永不分离，那我不知道他要不要一起脱欧。所以的话，现在整个直布罗陀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放在大家的眼里，就是究竟它怎么样何去何从，这个我未来会跟大家再分析。但是我们现在暂时撇开这一点，我们不说它的政治，不说它的问题，我们只说我们能不能移民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呢，从来没有移民中介谈论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乐土，是一个天堂。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土地上面你可以做2样最赚钱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开赌场，你可以做线上的赌场，在这边是合法的，而且也有非常大的 ecosystem 是做这个赌场的，就是你在上面有很多开发者 developer，
然后呢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基建的设施给你，就是可以马上去 build up 你自己的一个 online casino， 就是可以做这种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游戏也在这片土地上非常流行，就是竞技类的还有桥牌类的，还有赌场类的游戏在这里也是合法合规的。最重要是你收了很多钱，你赚了很多钱，它的税负又是非常非常低。还有一个就是你作为他的居民来说，你作为他的 citizen 来说呢，他的公屋就政府给你的房子，你买不起不重要，这不重要，政府会帮你去给一半的钱，就是基本上你是没有一个穷人在这里。虽然他赚钱还是有点辛苦的，有我华人在那边，但是呢没有太大压力，你得到一个房子是没有压力的。现在他们因为收了很多税之后呢，他不断新建像图片这个像画面这个这么漂亮的公房，我们叫公屋，然后呢50%是政府去买单，然后呢居民在上面可以安居乐业。所以这个政府呢，我看到过所有的直布罗陀人，包括直布罗陀的当地香港人，没有一个人说他任何的坏话，只说他好话。很少的一个国家呢，尤其是欧盟国家呢，很少是不是当地人，就是尤其是华人会无论是长者还是就是年轻人都说他好的，我没有看到过。直布罗陀是整个欧盟来说唯一一个。所以的话呢，这地方人虽然很少，总人口才是3万多人，但是它上面的公司非常多的。大家如果去这里直布罗陀是搜索一下呢，这个地方呢的工作 job 这个求职空缺的 job 非常多，但是他要求的 IT 当然一点都不低。以我做 IT 来说，我看到过的城市国家来说，直布罗陀的 IT 工作的要求绝对是比丹麦还要高。就是反而最差，我觉得最低要求最低反而是德国，大家可能想都想不到，德国的很多技术还是很老旧，所以为什么它有这个所谓的技术移民这么宽松，就因为德国的 IT 开发者真的很缺乏。我看到因为德国的求职的那个工作大部分要求什么都有，就 PHP 的有ROR 的有很多，就是反正就是比较 low level 的那些工作都很多。但是在直布罗陀基本上我看不到起标价，我们说都是以这个 Java 的 Spring Cloud 是吗？这些比较高大上的技术，就反正就是都是 microservice 是吗？都是这种来作为这个它的那个起码要熟练，要这种。然后呢，基本上前端就 front end 也是需要非常非常要求高的，就是反正我看到过直布罗陀要求非常高。那直布罗陀还有个什么优点呢？就300天都在阳光底下，就不像爱沙尼亚总是下雨，什么极晚极早的这种，就是反正整个地方简直就是天堂。整个气候也是常年在27度到18度16度左右，就是常年没有一个月是低于15度，没有一个月高于27度。你想一想，300天都在阳光底下，没有什么雨季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天堂。所以的话呢，有时候大家总是想要那些大国，在我的眼里，我就喜欢这种国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的话税负又低，你可以在上面创造无限的可能，它的牌照发行也是很公平，你拿到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就能够做生意，做好生意你就能够享受。我就是追求这样的生活，没有追求什么很古灵精怪，很多政治很烦，就是又
意识形态又要抓，这边又要说什么话，说错一句话你又不行。我就喜欢这种，就是反正就是无论它国土有多大，就算像这种3万人的，我觉得也是能够让你过得很舒坦的地方。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当时呢，就是这个直布罗陀还有个事情我要说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就争执，就是直布罗陀在2002年举行了一个公民的投票，就公投，对由这个英国和西班牙共同管制做出一个表决，最终呢，这表决高达 98.97% 反对，就是直布罗陀最后还是维持这个由英国统治。所以我说在直布罗陀他们最讨厌就是给西班牙统治，他们上面也虽然它靠近西班牙，上面也不需要说西班牙语，这个地方完全是说英文的。那说到这里呢，就是一定要介绍一下他怎么移过去。这 Thomas 你今天说了太多这个地方的好处，那言归正传，我们怎么能够挪过去这里呢？我认识当地的律师，我跟当地的律师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合作，所以的话大家真的有兴趣，对这片土地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去进入我的 Patreon， 我 Patreon 呢会介绍大家到时怎么找这个律师，这个无偿公开，就是不收中介费，反正就是你是我的会员，到时你在 Patreon 的会员区问我，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律师的一个情况，然后我把你直接转介过去，1分钱不收，也不需要一些叫做咨询费用，反正你如果是我黑卡会员，这个是我们黑卡会员的一个福利来的。所以的话，你想移民过去直布罗陀，我有非常好的方案给大家。我相信在整个国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办得到，没有一个中介在国内能够办理直布罗陀的，没有，也没人说过这个地方。所以的话呢，大家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地方。直到大家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个一片乐土叫做直布罗陀。这个地方呢，那个飞机呢只飞这个，我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给大家听，可能大家呢就对它有更好的一个认知。直布罗陀呢，其实对面就是那个摩洛哥，我很怕说错，摩洛哥不是摩拉哥。摩洛哥呢就是北非，大家知道，所以它的飞机呢是飞北非的。摩洛哥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了，反正就是非常好的地方。O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直布罗陀对面就是摩洛哥。大家看一下，就是地图，就这个地图，然后旁边是葡萄牙，它其实是一个飞地，我刚才说到英属的飞地，所谓飞地就是完全跟那个统治国家没有接壤的地方，直布罗陀就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得到就在这里，不是这块这么大这块都是西班牙的，只有这块红色框的才是直布罗陀。然后他的飞机从这边摩洛哥飞过来的时候呢，因为这片领空呢就是算是这个西班牙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他不能这样飞，因为这里有个山，所以他的跑道在这里，所以的话呢，一飞过来呢，一定是从这里马上就90度转过来，从这个填海造出来的跑道，然后从这边降落，是这样子。你不能在这边过来，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90度。这个飞行非常好玩呢，如果大家玩这个模拟飞行或者对这个摩飞有非常大的兴趣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就是玩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副本非常好玩。
然后呢，大家有时候还要问，就是你玩了这么多摩飞，能不能真的驾驶这个飞机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试过有个人，就是他只会模拟飞行，当飞机有问题的时候，他试过把一个飞机能够成功的降落到这个机场上面。其实摩飞别小看，其实它里面所有的操作跟真正的飞机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它缺少的就是你体感，就是有些体感你没有。因为我们家庭不可能就像冲上云霄那种，就是这么贵的那种直接能够模拟整个动态的东西。我们只是一个平地的，就在家里面装一个，最多你就是用木板搭一个像飞机头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不可能就是把它整个动态也做出来。所以的话呢，除了这一点呢，就没有别的。直布罗陀现在的那个移民的法案呢，就是总是在变。现在是他用的是英镑。我说一下他的之前的移民的方式。之前的移民方式呢，就是有很多种，包括工签，包括各方面，但是工签是有点困难的，就是说是一个叫做我们叫做 Cat 2， 它有个叫好像猫一样，就 Cat 2， 就 Cat 2，叫做 Category 2。这个 immigration 呢，就是需要你有资产要过200万英镑，大家记住，你的资产要证明有200万的英镑。所以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是有点困难的，大家想也想不到，这么小的地方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要求呢？这个就是它的含金量非常高，所以的话呢，它因为地方少的话呢，它控制人口一定要控制的非常严格，而且它福利非常好。所以的话呢，就是年收入呢上限为就是这个8万英镑，就是一定要有8万块钱的英镑。然后每年最低的税额呢要22000的英镑，最高的税额呢就29800块英镑。就是你要证明就是每3年都要去 review 这个东西。然后呢财务要求就每3年你必须要获得这个直布罗陀金融中心认可的。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翻译了一下，用了翻译一下这个一个，就是每3年必须获得直布罗陀金融中心认可的2类证书，就刚才说的 Category 2。这将你证明你已经纳了刚才我说的税款，并且呢，你的个人资产仍然要超过这200万的英镑的门槛。该状态呢还不允许你开展业务工作或从事贸易。有例外的，必须要跟这个当地的政府去谈。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就是意思就是那3年你拿着 Category 2呢，你是不可能在那里工作，只能居住，也是像非营利性差不多。但是呢，坦白说呢，你不能开展你自己业务，但是你可以就是去帮人家去出谋献策，或者不在当地去做也可以嘛。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适合比较现在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朋友。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旦你得到了这个居民的身份的话呢，你可以在上面建立你自己的刚才我说的赌场也好online game 也好，就是可以在上面做这个，而且它税收非常低。所以的话呢，这个既可以做生意又可以存，这笔钱又不是给了他，所以没关系，只是证明你有这个资产而已。然后你最低的交那个税才2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我当你乘以10，你只是20万的税款。这个对有钱人来说，不要说对有钱，对中产以上一点的人也不算有个太大的压力。直布罗陀的生活指数呢，中等吧，不算太高，比爱沙尼亚塔林要高一点点，不算太高。所以的话呢，其实如果你真的有一定的资金，
现在又有被动性的收入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考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不需要你真正投入，你只需要证明有这个钱，然后呢你交一定的赋税就能够换取这个身份。所以的话呢这个是我抛砖引玉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外面的人都没有谈，所以的话呢我自己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就他们感觉那边的非常好。当然还有其他移民的一些法案的，当时我会在 Patreon 上面把每一个移民的法案再告诉大家。不过 Cat 2呢是最多人做的，所以的话呢我才拿出来说一下。那大家如果听完我这节目，如果对这有兴趣，可以加盟我们的 Patreon 的黑卡的会员，再跟我作为一个咨询。如果想得到这位律师的一个资料的话呢，也可以跟我去聊，然后我会推荐给你。然后但是呢这个律师呢我估计他也需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而且这手续费不便宜，大家一定心里有准备，就是你手头上有大概有300-400万的英镑等值的资金，你才好考虑这个地方。然后呢如果真的对这个地方有兴趣呢，可以多了解一下。从地图以我的教学来说，就第一用 Google Map 去看一下整个直布罗陀的城市是怎么样的，地理位置怎么样的，气候怎么样的，看一下 Wikipedia， 看一下它的气候历史，然后再来看我的推荐的 redbook.cc 这个网址，就是能够看整个直布罗陀当地的cost of living， 就是生活成本，还有那个治安的指数，然后才再看它的护照的能够免签的国家。这些呢厘定了之后呢，再听我这节目，看一下这个移民投入的成本，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加入这个国家。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